好，再来看到的是解放军4舰，这个时候打穿了宫古海峡。日本的方面则是急造它的30人巡逻舰，真的扛得住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各种海上的压力吗？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至日本还有包括了稀土上面的管制，现在呢整个出口已经砍半了。高市这个时候急派他的破兵团到北京，真的能够有效吗？那么抗中是不是已经撑不住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中日关系现在说呢，又来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危机点了吗？来看到最新消息是，中国大陆的海军一共是达到了4艘的军舰，这个时候分成2批，穿越到了宫古海峡之后，就前往了西太平洋。日本自卫队可以说是全程在跟监的，但是在这个军事不断升高的这个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日本的跨党派议员搭上了飞机，前往北京去，急着和中日之间去建立一个比较稍微缓和一些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到军事上面刚刚特别提到的消息，4艘船舰的部分哦，这是来自于日本防卫省最新的通报。解放军日前一共是派了4艘的军舰，分成2批来出去，包括到了宫古岛跟西太平洋地区。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批的部分，是052D 的飞弹驱逐舰日克泽舰，成军后说首度的执行了远洋任务。首次就是选在宫古岛、宫古海峡，还有呢，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那当时搭配的是054A 型的宜兴舰。第二批又出的是052D 的包头舰，在这个部分呢，同样也有054A 的玉溪舰一起来穿越宫古海峡哦。4艘军舰当中，现在呢备受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日克泽舰。好，日克泽舰服役的时间大约已经达到5个月了，是首次的执行它的所谓刚刚提到的远洋任务。那目前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052D 的数量，它的已经达到了35艘，后续当然还会有新舰持续的建造当中。而近年呢，可以看到的是政治意味浓厚，因为它不断的穿越宫古海峡，一直不断的增加它的数量哦。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做解读，在政治上面的讯号。那日本方面，我们要来看到它派出它的船舰，这个是鹰级的近海巡逻舰。从2027年开始呢，它就正式的接手跟监中国军舰的任务。那么原本在做这些的神盾舰跟驱逐舰，它就可以再回复到以前执行防空跟反潜的任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的军舰，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了穿越宫古海峡之后突破到整个第一岛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例行性的演习了吗？本来是用小型的这种日本方面哦，这个鹰级的巡逻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艘，那么现来监视，也凸显说中日现在在海军的军力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了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随着它的海军这个战力、还有兵力、还有舰数增加之后，它会说常态性的跨岛链远海训练。那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北边的话装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比较宽，那宫古海峡穿越宫古海峡，那很简单，单纯的就是对着日本。然后你往南边的话，对的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没有日本，日本到最边拉到最南边就是与那国岛，你穿越巴士海峡就是台湾跟菲律宾、吕宋岛。那对日本会形成压迫吗？不会，那反而就在放在宫古。那最北边的军ချင်း海峡，那是面对的是俄罗斯。所以我们来看，中国到最常态参与就是宫古，那出岛链就是宫古出岛链，这是最常态性的。而且中国大陆海军多了，现在航空母舰有3艘，那不可能一直在岛链内嘛，它一定要出岛链外去才叫远洋拉链呐。那所以那穿越宫古岛链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多。这是第二个。那我们一看。日本是现在说实质的监视还是形式上的这种监视？我认为现在它由实质走向形式上，因为现在日本它现在的这个海军跟中国大陆比起来，它吨位还有这个艘数，整个来看是相对逊于中国大陆。那你今天在这一方面，你是不是要在节约兵力上面来做考量？你不要说是大吨位，你吨位你有那么多的舰数都要去出勤执勤吗？未必哦。所以要站在兵力节约的原则，日本会派这种吨位数比较小的军舰来考量，那这样的话比较灵活机动。不要忘了，日本是两面受敌，北边有俄罗斯，俄罗斯一样会给他压力。这个西边的话有这个中国大陆，它是两边要应付，不是只是单边应付中国大陆而已。北边的俄罗斯对日本来看也是形成军事压力。第三个，美军在这一方面的对日本在这
这方面的军力上的加持减弱。我们知道华盛顿号现在在哪里？已经往中东去了。那华盛顿航空母舰要去取代，因为林肯号航空母舰执勤要告一段落，它要接替林肯号。那你现在没有任何一艘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呢？对，那这样是不是战力空虚？那美军在这方面要负担更大的勤务跟它的区域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他会做相应的调整，而不是大兵力的对中国大陆。那这样的话，他把所有的责任都顶下来，那这样子，我认为他到时候变得兵力调度上，日本在这方面会捉襟见肘。好，这个是军事上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新对日本的施压。那日本现在也是灵活的来应对针对于船只的吨位等等，它的调控也灵活的来应对。其实呢，中国大陆的施压不只是在军事上面而已，现在对于日本来说，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来自于经济上面的施压。中国大陆继续限制，包括对日的这个稀土的管制，还有它的水产的出口，日本的水产出口。好，我们来看到几个重要的经济线的数字。首先是最新统计，中国大陆7月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只剩下111吨，较去年同期可以说是直接砍半。最重要的是，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迪跟特的重稀土，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是电动车马达，也就是日本一直积极发展的这些产业电动车、工业机器人，还有日本要做的军用的飞弹、雷达。航空的必需品现在面临全面断供到现在日本只能靠着这些原有的库存来苦撑着。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的水产的部分，日本包括它的福岛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持续的受到中国大陆的限制，民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日本官方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日本跨党派议员组团前往北京，希望能建立更好的关系之外，现在说呢，接下来的另外一波就是日本的商业代表团也准备要访中了。日本企业撑得住吗？这些官员现在去还有用吗？那么中国大陆的稀土的杀手锏对于日本的扩大影响力，现在到底又到了什么程度？大使怎么看？对，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稀土的禁运现在对日本企业正这个造成巨大的这个供应和成本的压力，供应短缺，成本提高。所以虽然目前的这个整体的状况还不到这个全面溃败、全面崩溃的这一个地步可是也只能说日本的整体的企业大概尤其是制造业现在正在咬牙苦撑，而且呢努力找寻出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危急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就看日本的这个工商业界的代表团体络绎于途，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甚至他们有一个关西地区的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工商团体代表团，本来说10月要去，希望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国大陆就告诉他说10月不要来，10月我们忙得不得了，我们11月要办 APEC 峰会，你要来的话，等我们办完 APEC 峰会你们再来。所以基本上对日本这方面是就是说冷处理，那这样造成日本更多的怎么讲压力。不过整个来讲，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事实上的话，有一些关键的稀土事实上那个日本从中国大陆进口量都是暴跌到差不多只有同比的这个20%左右，那个80%的量都不见了。那部分稀土的这个从今年年初到年中甚至它的出口降为0，那所以那个还有就是说稀土磁铁也几乎腰斩，所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这一些稀土日本现在都缺货，当然了，整体来讲的话，也不是完全断供，也不是所有的这个稀土所谓的重稀土部分都完全断供，还是有一部分能够进入到日本，只要他申请的时候能够证明他的这个最终的用者他不是从事军工产业，不是从事军火产业这些，然后你最终的用途不是有哪些目前被中国大陆列为实体清单的那20家企业，那20家现在别想拿到，所以现在有一项调查，日本最近对400家企业做调查，现在他们整个的平均生产成本现在是上升了大概22点多，这个已经是
竞争力越来越差的日本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当然日本现在也积极在怎么讲挣扎，然后找寻出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发展一种无稀土的技术，那可是最近只有突破就在汽车上面。那日产的汽车它就在电动车里面，它可以减少大概90%的稀土的用途。不过这也只是在汽车、电动车这个项目。另外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可是目前成效很少。因为稀土的供应链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那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现在开始想要找这些废品，什么废冷气、废冰箱、废什么都拿回来回收。可是大概是所需的大概达不到5%。所以呢，这些废品回收也没有办法，所以对日本来讲，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正往全面崩溃的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日本必须要跟中国大陆低头，如果不低头的话，尤其是高市扫描，那日本的整体的经济危机就是无法避免。好，所以那日本到底会不会低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跨党派议员已经前往北京了，那希望能够好好的谈。那接下来还会有商界，是希望替高市来保留一些转圜的余地吗？等一下请上志哥来带我们看，因为确实现在这个高市扫描它的压力非常的大。最新的民调，上次我们说还有将近50%多的一个民调是这个支持他的，现在已经来到了最新低，是每日新闻测得的只剩下41%，那民众最不满的就是物价、日元跟债务的问题，甚至呢，这个民众还抱怨他说都没有好好的回应这个外界对他的各种的一些批评都说他只会用社群来回应。那在野党批评他叫做 SNS 首相，甚至石破茂是不是故意跟他拉开距离呢？石破茂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说，日本应该反省二战，汲取历史教训，被视为是跟高市扫描要拉出距离，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另外有关于这些议员去北京的部分，是希望能够帮助高市扫描跟中国破冰吗？那上次哥又怎么看？好，这次这个参访团呢，是由日本的这个议员所组成的，不是其他的这些贸易界的商人哈。当然，最重要主要是他的这个代表就带去的这个头叫做桥本月，他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中日关系都知道，桥本龙太郎虽然在2006年就过世了，可是在此之前，他就担任过日本首相当中非常少数又有高层的权力，而且二方面他是非常务实的去面对2次大战当中日本的这些过错，他甚至参加过中国大陆的918的这个纪念活动所以其实对于，而且他后来卸任之后，他是全身心的部分呢，即使中日有任何的冲突，他全世界在推动日华的这种包括民间的各种交流，包括剑道什么，还有做生意。所以桥本龙太郎被中国大陆视为是真正的日本友人所以这次他的儿子桥本月带团去，果然还是给面子。那这次见到的部分是中联部的部分的部长刘海兴。好。听到这种人为什么不是外交部？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政党的概念，也就是这次他是作为一个虽然不是自民党的代表，这次只有一个自民党就是桥本月，其他全部都在野党。但我们都看到这里面的成员，他基本上是日本国会当中一直强调要保有最后跟中国的这个对话通道的这一群这种主和派的部分的议员，所以呢，他们不算是说帮高市扫描来破冰啦。但是呢，作为日本当中表达一方面的政党意见，但中国还是很严格，只看呢用党的部分呢来对话讨论台海的问题讨论这个中日政治互信的问题。当然，桥本月还是很厉害，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他到中国也是见他了，而且见到的都是包括了外交部、贸促会都是副部级，包括就是副部级等上的还是厉害的官员，所以他的影响力还是有啦。中国大陆也没有整个砍断。好，我们来看现在这个部分的影响力，你说真的要怎样？要看9月的时候，那个岩屋义是代表日本政府跟民间的这种国际促进会的真正的会长，桥本月是代会长。会长真正如果中国大陆让9月的部分还是会进门的话，表示还不能说友好，但是表示是民间的部分的对话还是会留着并没有全部打断。但我们知道高市扫描现在这最新的民调是我们看到他给的，这是每日新闻，每日新闻是自由派的一个媒体，所以呢说他已经跌到41%，比照大家，然后说他的不支持已经44%追过了，是比较狠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就要观察，是从日本 NHK 好了，NHK 的时候在去年10月的时候是68%。
对，然后呢再来跌到61%。在这一次的同样的就是这几天调查的部分是来到了53%，所以这个下跌是真实的。那现在其实，在日本方面，我们看除了高市早苗当中很受讨论，无论现在是自民党当中内部的前领袖像石破茂在批评，在野党的领袖，当然民主制宪党本庄支持在批评。另外，大家值得关注是日本非常多重量级的学者，包括百鸟浩跟中市木子，其实在所有对于这个高市早苗的批评，都是目前在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早苗所有的政策，包括中日之间当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